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南湘西。我从国庆之后出来，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，碰到的天气都是天天下雨。今天终于天晴了，最近1个星期可能都是好天气。我今天来到了也是个大山当中湘西嘛，也是属于很多大山。我现在一般都喜欢往山里跑。今天来看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有疫情嘛，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疫情是有点害怕的。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村落以前是叫做麻风村，现在也可以叫麻风村，很偏僻我刚才是一路问进来的，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是不是有点胆战心惊没错，这个地方以前就是相当于说有麻风病人，那现在肯定是没有了，几十年前有，所以今天就来探索一下这个地方。今天真的是蓝天白云大家看看，这里碧波荡漾，这里是一个水库。因为这个地方呢就在麻风村旁边，所以说先了解一下，在这个村这边转一转。那里有一个大坝，相当好玩的，就跟像我们说的一个陶瓷罐一样的，先去那里看看。我现在已经在这个水库的大坝上面，先看看这个大坝，然后等一下再去看一下那个麻风村，因为麻风村就在大坝的旁边。为什么看这个大坝呢？因为我走了很多这种大坝，像刘家峡的、丹江口的，但是像这种的话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里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我们说陶瓷罐一样的，而且是半边，非常有意思。大家见过这种没有？而且呢，是带点椭圆形。我不知道什么原理因为我对这个本身不太懂，但是呢，看起来这个就非常有意思，很好玩。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下面这个水是怎么流出来的呢？给大家看看。像我这里呢，就是相当于是下面有个口，水从那里流出来，能够看到吧？大家就在那里。这里呢有好多个。这个水库其实不是太大，可能也是附近为了灌溉用的吧。这下面是这样的，这旁边就不要走了，有点危险了。那个麻风村呢，就在前面一点点，就是那些老房子。那当然了，现在看到那房子比较旧，那么人呢基本上是搬走了，搬到旁边去了。麻风村呢，可以这样说吧，在几十年前，这个病呢也算是非常严重、不好治的一种病，因为也是有传染性。就跟古代有天花一样的，那天花被消灭了，现在麻风病也是被消灭了，所以现在就不用担心。但是在几十年前，大家听到这个呢，就胆战心惊、不寒而栗，非常怕，谈之色变，可以这样说。在这种大山里面，如果一出了太阳，风景还是非常秀丽的，让人赏心悦目。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叫做石山，因为这山上都是一些石头，而且呢有一些石林出来。现在我们去麻风村里面走一走，这里住了几户人家，我们现在去向当地人了解一下，看他们愿不愿意说。像这些房子就在这个水库旁边，大家能听到很多鸡在叫吧？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养鸡场。这些房子一看就有好久的历史了。不过很多都是荒废了，因为人基本都迁走了，还有极少数人住在这里。这里住了一户人家，在画面中也看到是一对夫妻在这里生活。刚刚跟那位大爷聊了一下，他向我们介绍，这个地方以前相当于是个隔离点，就是说得了麻风病的人就安排来这里治疗。所以呢，当时这个地方呢就叫做麻风村，因为有很多病人。后面全部治疗好了之后，就各回各家，很多人都回去了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居住在这里呢？他们其实是在旁边一个村落的人，在20年前，可能呢这里有一些房子，他们当时条件也不是太好，没有建房子，就把这里买下来了，在这里居住，在这里一住呢就是20年。这个就是他刚才向我们介绍的。那这个地方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有山有水。现在呢养一些鸡，刚才也看到他们在弄一些那个扫把，就是做一些手工活，然后呢
卖点生活费一样的。这个麻风村呢，现在住的人很少，也就是2、3家人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对老夫妇，上面呢还有一家人。那这里可能是住了1个人，他们这里呢也都是苗族。看这个房子呢，大家明显能看得出来嘛，不像是我们正常居住的，就有点像那种学校的宿舍或者公寓。刚刚那位大爷说啊，当时买的时候他还有点担心，但是后面就是跟他说啊，不用什么担心，已经全部治疗好了，所以不怕。他呢也在这里住了20年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宿舍一样的？看起来是不是很像？我们小时候读书的宿舍是这样的，然后看一些3线工厂那个房间也是这样的。那位大爷就是住在那边，那等于是那样一个房子都是他的。然后上面这里呢，就是一个养鸡场，也是承包下来在这里养鸡。这个地方在几十年前都不敢来的，也没有人来这个地方，因为害怕嘛。但是现在的话，人来人往，周边呢有水库，有钓鱼的人，然后这里呢还有很多人居住，所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。这个也算是科学技术的发展，科学技术的进步，就把这个解决了。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？其实道理是一样的，那个时候肯定是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进行集中隔离。这个也是为了安全保险嘛，因为这里毕竟属于大山深处，我刚才开车进来的话，都是相当的不方便。这里一户人家，我车就停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准备走了。最后看看周边的风景，大家说一说，这种农村大山里面的风景是不是更漂亮？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，感觉比很多景区还漂亮。所以我一般比较喜欢逛逛农村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去农村转一转，很多城市见不到的东西，或者很多与众不同的东西，在农村才能够看得到。